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一买就跌，一卖就涨，好像市场跟你过不去，盯着你钱包开玩笑。可你仔细想过没有？真在收割你的，可能不是庄家，不是机构，不是 AI 程式交易，而是你心里的那个看不见的操盘手。对，就是那个在你心里吵个不停的声音。再等等，也许会反弹。这次不一样，我有预感。上次错过了，这次一定不能放过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？没错，那就是市场里最凶狠的主力——人性本身。你以为股市考的是技术，其实它考的是人性的反应速度。涨的时候，你比谁都乐观；跌的时候，你比谁都慌张。可市场从来不在意你慌不慌，它只会用价格去试探你能不能活下来。我们从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讲起：惯性思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大多数人其实不在思考，而是在复读。他们看新闻、看分析、看名嘴、看社群，每天接收大量资讯，但从来没停下来问过一句：这背后的逻辑成立吗？就像雨天里所有人都往屋檐下躲，你看到人多也跑进去，可没人抬头看一眼，那屋檐稳不稳？结果一阵风吹过，塌了。股市也是一样，当大家一窝蜂冲进某个热门题材 ，AI 概念、绿能、重电、航运、军工，每一次热潮都像是一场屋檐聚会，热闹、温暖，甚至有点迷人。可那屋顶往往是纸糊的。问题是，你不是不聪明，而是你太急着参与了。市场最喜欢的猎物就是怕错过的人。有人说，投资要逆向思考，听起来很高明吧？可现实中，90%所谓逆向都是嘴上说说。你看着股价跌到地板，嘴上说这时候要勇敢买，可手指一点都不敢动。你看着别人恐慌时低阶成功，心里佩服，可当下你根本没那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逆向只是情绪，不是逻辑。真正的逆向是基于验证过的逻辑。你知道这家公司基本面没坏，现金流充足，订单能撑1年，股价跌只是情绪反应，这时候买才叫逆向。不是我感觉差不多，是我知道它为什么值得。说穿了，市场不是在跟你作对，它只是用一面镜子让你看清自己。你恐惧，它涨给你看；你贪婪，它跌给你看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提醒，提醒你所有未被驯服的情绪都会在 K 线里被放大。举个真实的例子，2008年金融海啸，有个台湾散户老张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账面蒸发一半，他痛骂市场不讲理，结果清仓后3个月内行情反弹，他后悔，再度杀回，刚好买在反弹末端，最后彻底崩溃，1年亏了10年积蓄。你以为这是运气差？不是，是他心里的恐惧和贪婪轮流在涨盘。市场不会骗你，只有你在骗自己。接着我们讲信念偏差。有种心理叫确认偏误，你会刻意寻找能证明自己对的资讯，屏蔽掉一切相反的声音。比如你看好某只股，就只看好消息，坏消息一律忽略。甚至有人留言提醒你营收下滑了，你会气到回怼，因为那句话动摇了你花钱买来的信仰。这很危险。市场不尊重信仰，只尊重数据。你可以有信念，但不能有执念。信念是我看对就赚，看错就走；执念是我看对，所以它一定会涨。差别在一个有弹性，一个要命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敌人，叫过度自信。涨了几笔，你觉得自己悟道；赚了几次短线，就开始教人，还会说技术面比基本面更快。直到哪天遇上黑天鹅，所有信心瞬间清零。历史上多少人败在这一关？2000年的网络泡沫，2008的次贷风暴，2022的成长股崩盘，哪个不是同一场戏？剧本不同，结局一样。在市场最狂的那一刻，贪婪的人总觉得自己变聪明了。
可怕的是，这些心理陷阱，你每次都觉得我不会再犯了，但只要价格一波动，你又会重来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理智学交易，却用情绪下单。这就是核心冲突。人类大脑不擅长承受波动。你在看到账户红字的那一刻，大脑杏仁核会自动触发逃跑机制，就像看到老虎一样。可问题是，市场里的老虎往往只是价格的影子。你一跑就跑在底部，你一追就追在高点。不是庄家设陷阱，是你大脑在本能反应。想象一下，你种下一棵树，第一年你天天去看它，发现它长得慢，就怀疑是不是浇水不够。第二年换肥料，第三年干脆挖掉从种。结果别人没动手的那棵，10年后成了参天大树。股市就是那棵树，你太急，反而拔苗助长。人类最难的修行，就是在看不到成果的时候还继续做对的事。交易也一样，你研究财报，你评估产业，你耐心等待估值回归，这些都没错。可当你身边的人一个个暴赚时，你的心就开始痒。因为人类不是被亏钱打败的，是被比较打败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亏的时候，最讨厌别人炫绩效；当你赚的时候，最想告诉别人你多厉害。其实这就是市场在玩你的情绪。你以为你在跟别人竞争，其实你在被比较操控。有个心理学实验很经典，研究者问一群人：你愿意月薪10万，别人都赚5万，还是你赚20万，但别人赚50万？结果绝大多数人选了前者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宁可少赚，也要赢别人。这就是股市里最毒的一种思维——相对胜利感。当市场涨，你赚了5%，但别人赚了20%，你会焦虑；当市场跌，你亏了10%，但别人亏了30%，你会安慰自己。这种心理听起来无害，实际上让你永远在别人的节奏里交易。现在我们讲另一个杀手——短时循环。散户最常犯的错，不是没策略，而是策略寿命太短。今天看 K 线，明天看消息，后天看网红，每次被市场打脸后，就换一套新方法。你以为自己在学习，其实你只是在逃避。真正的高手只在意2件事：逻辑和统计学期望。逻辑是你为什么买，统计学期望是这套逻辑实施下来能不能赚钱。你看，一个专业操盘手不会因为一次亏损否定系统，因为他知道那只是样本中的波动，而散户会因为一次亏损推翻全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系统。这就带出下一个关键：你到底在用什么方式判断自己对不对？多数人看盈亏判断对错，少数人看过程判断对错，这差别大得吓人。你今天乱买一只股票赚了，那是结果对，但逻辑错；你照着计划执行止损了，那是结果亏，但逻辑对。可时间久了，逻辑对的人会越做越稳，逻辑错的人会越做越乱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是长线的审判官，短期看情绪，长期看纪律。说白一点，你想赢市场，得先赢自己。不是情绪上喊口号我会控制心态，而是你得有一套能让你不靠感觉的框架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基金经理、量化交易员能长期活下去？因为他们根本不信感觉，他们信数据、信模型、信系统化执行。他们知道人脑的情绪不可信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个美国研究机构统计过，同一只基金经理持有期间平均报酬8%，
但投资那只基金的散户，平均报酬只有2%。为什么？因为散户买在高点，卖在低点，用的是情绪时间表，而经理用的是系统时间表。同一个工具，不同的心智，结局天差地远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一个人怎么建立系统？很简单，先从写下规则开始。规则不是为了约束你，而是为了在情绪发作时救你。比如，当股价涨10%，我只加仓一次，不追价。当基本面被否定，就算没跌也卖。当总仓超过净值的70%，我必须减码。当市场过热时，我不看涨跌，只看风险。写下这些条款，你就有了交易宪法。你不一定每次都遵守完美，但每次违反，你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市场会原谅犯错的人，不会原谅糊涂的人。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：交易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在不确定中管理自己。听懂这句话，你就赢过大多数人了。因为市场永远不确定，你永远无法控制价格，只能控制在不同情绪下你自己的行为。市场越剧烈，你越要慢；市场越模糊，你越要等。在暴涨时学会冷静，在暴跌时学会忍耐。这听起来老掉牙，但那是唯一能让你活久的真理。一个操盘20年的前辈告诉我，他的秘诀只有一句：我不猜未来，我只判断现在值不值得我承担。你看，这一句话的重心不在预测，而在承担。多数人被亏损打垮，是因为没想过自己到底能不能承受那种波动。有人适合高杠杆，有人不行；有人能盯盘，有人该长保。你要找到自己的风险人格，否则任何策略到了你手上都会变成投机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99%的交易失败，不是技术问题，是承受力问题。你想赚快钱，但你的心跳还没练稳；你想抓底抄顶，但你的反应延迟1秒就全军覆没；你想复制别人成功的路径，却忽略了别人的代价。所以最聪明的做法，从来不是预测市场，而是让自己不需要预测也能活下来。接下来这一段会让你开始重新定义胜利。你以为赢是账户数字变大，但真正的赢是你在亏的时候还能睡得着。这是所有专业交易者的终极目标。不让市场影响生活，不是你控制行情，而是行情再怎么晃，你的系统、你的节奏、你的呼吸都稳。先说句扎心的，市场不奖励聪明，市场奖励一致。聪明的人太多了，分析图表、解读趋势、背财报，个个头头是道。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聪明但不稳定。今天有灵感，明天换想法，看到别人赚就改策略，最后聪明成了最大的负担。而真正赚钱的那群人看起来无聊到极致，他们不追热点，不爆仓，不焦虑，每天的操作像机器，买入、设止损、记录、复盘，没情绪，就像医生做手术，不紧张，不激动，只执行。他们知道市场会波动，所以从不跟市场讲道理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只要我重复正确的动作，结果迟早会出现。这听起来简单到没意思，但所有大钱都赚在这4个字：重复正确。我认识一个台湾老交易员，叫阿德。他20年前进市场，第1年爆仓3次。他总结一句话：我不是输在行情，我是输在手。后来他写了个懒人系统，每天只做一件事：当股价跌破20日线出场，当重新站上分批进场。听起来傻吧？但10年下来，他报酬年化10%，比大多数自称高手的人稳太多。因为他从来不预测，只反应。
别人盯着价格，他盯着规则。我们在说节奏感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市场其实有呼吸？涨太久，他喘口气；跌太深，他回一口气。但多数人看不见，因为他们太靠近屏幕。市场的节奏不在图上，而在你心跳里。当你心跳跟着行情起伏，你就输了。真正的高手能在暴涨中慢下来，在暴跌中静下来。不是佛系，是训练。训练什么？训练延迟反应。行情大涨时，他不会第一时间加码，而是问这波动的理由和逻辑吗？行情暴跌时，他不会第一时间割肉，而是看结构坏了吗？消息有多真？他训练的不是判断力，而是反应的耐性。有一组数据你一定想不到。根据美国交易平台 E-Trade 的统计，最赚钱的账户是哪种？几年没登录的账户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忘了自己还有股票的人反而赚最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情绪，他们不加码，不止损，不追高，不被消息洗脑。他们在无意间做到了最难的事，长期持有。但你千万别误会，以为放着不管就能赢，那只是极端耐心的副产品。真正有效的是在耐心里仍有管理。比如你知道自己的资金节奏、风险承受度，每一笔投入的周期。你设好闹钟，3个月复盘一次，不被新闻牵动。这种节奏不是佛，是专业。再讲一个观念，市场的声音太大，你要学会静音。资讯越多，人越焦虑。新闻、股评、社群、Telegram 群、Line 群、PTT 版，每天都有内部消息、法人动向、爆料。结果你一天看50条消息，脑袋被塞满，却一句独立思考都没有。你以为知道的多就安全？错啊！知道太多，只会让你更快被操控。因为每一条资讯都在试图引导你的下一步动作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是资讯最全的，而是筛选最狠的。他们只看3种资讯：能验证逻辑的，能打脸假设的，能改变仓位决策的，其他一律屏蔽。你要明白，市场永远不缺噪音，缺的是过滤系统。再来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大多数人亏钱，不是因为错，而是因为熬不过去。有句老话，市场能熬死90%聪明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聪明人太快想看到结果，他们不相信时间的复利，只相信策略的神奇。于是3个月没赚就换招，半年没涨就怀疑系统。可你知道吗？花轮巴菲特的90%财富来自他50岁以后。连世界上最稳定的赢家都靠时间拉长才兑现。你我凭什么想快赚？我们再谈一个更细的层面，波动是市场的呼吸，但也是人性的考验。你若拒绝波动，就等于拒绝利润，因为波动就是机会。你不能要求市场像银行存款一样稳定，你得学会在不稳定中找到自己的秩序。而秩序的基础就是规则、节奏、复盘。复盘不是回头骂自己，而是重新认识自己。每次亏损，问我是不是又被情绪带走？每次获利，问我赚的是逻辑还是运气？时间一久，你会发现你在研究市场，其实是在研究自己。我们说纪律，纪律这2个字被讲烂了，但真懂的人少。很多人以为纪律是坚持，其实纪律是反复做该做的事，即使当下没回报。纪律不是不动情绪，而是你可以动情绪，但不动手。你可以心慌，可以紧张，可以怀疑，但在系统没破之前，你一笔不动，那一刻你就比市场更强。
说句重话，市场不是考聪明，而是考成熟。成熟不是你多懂图形，而是你在亏钱时能不恨天、不恨地、不恨人，能对自己说这是代价，不是失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市场里最稳定赚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无聊。他们不会每天谈盘感，不会追逐热门题材，不会在社群里喊冲啊。他们的世界安静得出奇，每天固定时间看盘、复盘、记录、关电脑、散步。他们不像赌徒，更像工匠。他们知道一件事，赚钱这件事从来不是激情的结果，而是重复的副产品。很多人进股市是想寻求刺激感，涨的时候心跳加速，跌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。你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其实你在找感觉，而市场正是靠这种感觉吞掉你的钱。你知道赌场为什么永远赢吗？因为它设计的不是赔率，而是情绪曲线，让你在赢时兴奋，输时不服，反复来回，直到输光。市场也是一样，当你被刺激绑架，你就成了系统的燃料。有个笑话很现实，散户每天研究行情，觉得自己像分析师，结果隔壁老王只买 ETF， 每月定投，不看盘。10年后他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求聪明，只求一致。你可能觉得那种投资太慢、太笨，但你要知道，慢是复利最锋利的武器，快是亏损最温柔的陷阱。再说一个真相，市场永远在奖励延迟满足，你能忍多久，就能赚多大。短线能让你爽，长线能让你自由。短线靠运气，长线靠逻辑。别误会，我不是叫你不碰短线，而是要你在短线中训练长期思维。每次进出都问自己一句，我是在赌还是在经营？赌是一次性的，经营是系统性的。你知道那些真正富起来的人为什么后来都变得冷淡吗？不是他们看淡钱，而是他们终于看懂，钱这东西从来不是靠追出来的。市场像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是价格，是人性。你越想要，它越不来；你越平静，它越靠近。你得学会一个境界，不动于盈亏，只动于逻辑。当你能这样想，你就不再被市场牵着走，而是让市场变成你系统的一部分。讲到这里，有人会问，那市场到底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市场很公平，只是你不诚实。你对自己说，我能控制风险，其实你没计划。你对自己说，我有纪律，其实你心里早想破例。你对自己说，我长期投资，其实你每天刷新股价。市场不会惩罚诚实的人，它只惩罚幻想。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，市场是最公正的老师，只是学费太贵。你亏的钱都是你没学会的那部分，你交的每一次学费其实都是在买成熟的门票，但前提是你得真的学，不是逃避，不是责怪，不是赌气。当你开始复盘每一次错，当你把痛苦当教材，你就在进化。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，那天我在一家咖啡馆，隔壁桌坐着一个老先生，穿着普通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账本。我好奇看了一眼，上面不是股价，也不是盈亏，而是一行行字：2月10日违反规则，加码太极；3月8日未复盘，错过止盈点；4月1日坚持系统，表现良好。那一刻我明白，这老先生不需要任何指标，他的系统早已刻进骨子里。
他不是在交易股票，他在交易自己的人性。如果你此刻还在听，说明你已经比90%的人更接近真相了。记住，市场的尽头不是财富自由，是心智自由。当你能在行情大涨时不亢奋，行情暴跌时不惊慌，当你能冷静地看着自己做对的事，忍着孤独去执行，那一刻，你就不是市场的猎物，而是市场的合伙人。我希望你今天听完这个影片，别只是觉得有道理，而是能立刻去行动，写下你的系统，写下你的止损，写下你的逻辑，然后执行100次。你会发现，价格还在动，但你心不动；消息还在吵，但你脑不乱。那一刻，你就知道，真正的主力其实早就在你心里被你亲手制服了。如果有一天你站在回忆的尽头，再看那些你曾恐惧、贪婪、犹豫、后悔的夜晚，你会笑着说，原来市场从来没骗我，它只是要我先学会做一个稳得住的人。这就是股市真正的秘密，不是谁赢谁输，而是谁能看清自己，还愿意继续修炼。当你做到这一步，你不只是一个投资者，你是一个被市场打磨、被时间成全，最终自由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